好，今天是2021年12月2号，第4章第一次上课哈。好，那个第4章主要教一些USI 哈先进的一些制程，那这边细节比较深哈，我讲慢一点哈。包含有那个 mobility 修正的一些细节，还有当那个速度饱和mobility 到达一个极限，然后会到达速度饱和，还有所谓的受应力的以及细则的工程的一些制程，还有接触电阻以及 silicide 选择性的这些考量最近那个 silicide 的发展好，一般而言粒子在晶体也就快材会受到均格散射以及杂质散射那个此为 impurity 平均碰撞时间以及平均载子迁移率的公式如下。那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几率因为这个晶格散射英文叫做 phonon scattering 或是 lattice scattering 都可以都有书这样写phonon 就是晶体的震荡那大家在物理学叫声子在电子学比较会讲 lattice 不过这都等义的记起来就好了好，那个另外这包含 impurity scattering，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所谓的 impurity scattering impurity scattering 又称为 Coulomb scattering， 因为它 impurity 是带电impurity 是带电，所以它是会弯曲的，所以我们在做 Coulomb scattering Coulomb scattering。好，那独立事件的话就是几率相加几率相加。好，所以 mobility 也是导数相加mobility 是导数相加。我们看一下怎么导出这个是导数相加呢那我们说单位时间内这个 delta 就是单位时间delta 就单位时间内我再除上我的平均的碰撞时间，就是平均的几率嘛时间除以时间是没有单位，就是几率嘛所以等于个别的几率相加在单位时间内发生phonon scattering 跟 impurity scattering 的这个几率就个别相加，所以把 delta 去掉，就得到上面那个时间导数相加的公式。那我们知道mobility 等于这个 m⁻⁴ torque， 所以这个 mobility 也就是得到导数相加的公式那知道导数相加的公式呢，这个红框框比较重要，那导数相加大家还要再记一个大家只记到导数相加，我请大家再记一个导数相加越加。再记2个导数相加越加越小，小的会主导，请背起来以前大家那个念书有时候就是说只念到不够深入啦不够深入原因是说自己没有深入思考，或者老师没有提点你们也要背起来看到这种导数相加的公式还要多记2句话，导数相加是越加越小。也就是说，你有更多的散射事件的话，你的mobility会更小。然后谁会主导？小的值那个主导小的值那个主导。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计算的例子跟大家加强印象。导数相加越加越小，小的主导要背起来牢牢记住请你牢牢记住。早上鼻塞很讨厌好，此为这个电子与电动浓度的跟杂质的关系图
那杂质浓度越浓，你就知道这个 coolant scattering 越严重嘛，那 mobility 就大幅度的下降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 NPN 的那个 MOSFET 我们的主动层，我们那个主动层，我们掺杂就不要太浓，大概10、16啊？为什么？我们不能让 mobility 太低啊，是不是？那我们收卷掺杂就要很重啊，为什么？这样子寄生那收卷的电阻才会小啊，对不对？才会小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设计也很巧妙，对不对那这一章因为是线上上课，那其实以前这个都可以抄，这个我今天打很多中文请记住从这章开始我的投影片多很多中文说明以前是实体上课，我都可以在板书上面辅助说明，可是现在实体上课的话，没有办法抄板书，然后直接用手写太慢，我都先打好字了，所以很多那个中文辅助说明，请你们那个边上课边暂停边自己补充说明，好不好？好像这边类似像这边，像这边，好不好？好。好，再来这边稍微要放慢速度一下就是说这是2006年很重要的一篇 IBM 的 paper 坦白说 ，IBM 在2010年跟 Intel 是两个独立非常全世界最强的两个半导体研究单位，2010年以前的所以 Intel 就是跟那个还没分家以前，就是他们是 IDM 厂，跟 Intel 一样IBM 跟 GlobalFoundries 是 IDM 厂，那很强，那真的很强Intel 之前有 Power IC 专门做工作站的或是说那个专门做工作站的大概是10万到50万到100万等级的 PC 都是 IBM 的市场。那个人消费型的话是 Intel 的市场那后来 IBM 后来转攻更大型的那个主机了那商用跟个人用市场完全就完蛋了那他们的就是反正记住2010以前 IBM 还是非常厉害的它的代工厂就是 GlobalFoundries 后来发现这样模式行不了因为他看到台积电的模式他也把 GlobalFoundries 切开所以 IBM 现在也主攻设计代工就给 GlobalFoundries 跟台积电这样子所以他也认错了他也认错了好，那是历史那早期那个这是2006嘛那2010以前 IBM 也是非常的强好。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半导体华裔的真的很厉害我也不晓得，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半导体华裔，你看首席作者这是华裔的，有没有看见里面很多华裔的科学家，有没有看见？很多华裔的很多华裔的科学家好，他说这个他的名字取得不太好啦那主要是要解释这个 mobility 的这些现象啦他论文的标题是那个他发表在 IEEE 啦这是我们这领域的重要非常重要的顶尖的论文虽然它点数不高啦所以你们研究生都有一个错觉，就是说以为点数高的5点、8点、10点，甚至是什么 Nature Science 的 paper 就像特别重要，其实并不难然后要看领域啦。你像 IBM 这种等级的论文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篇讨论把那个某币讨论这么仔细的论文，也是发表在 ED 现在论文点数大概是3点多点而已啦。问题是 IBM 出的耶 ，IBM 出的，对不对好，好，OK 好，那这边主要是说把这个元件这个主要在元件把元件的某边里探讨的非常非常仔细，理论加实验探讨非常仔细，那我就截入里面呢重点跟大家说明
因为他写的很深入了，哈，现在教科书都没有走到这么深哦。我跟你讲，坦白说啊，教科书大概都20年前的东西啦，连签名户也没有写到这么深哦，胡正明的书也没有写到这么深哦，他当然也会写，他也懂这个东西，可是他觉得可能写在大学部或研究所，他觉得没有必要写那么深啊，他这也没有写那么深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我们先看他实验的跟理论的结果了哈。那个黑线是这个黑色是实验的图，黑色是实验的图。那个这个蓝线哈，这个蓝线，这个咖啡色线哈，紫线这个跟绿线哈是理论的渐进线，理论算出来的渐进线。所以这3个渐进线围起来的区域就是实验做出来的线啊，记一下哈。那3条是理论渐进线，所以3个理论渐进线围起来就是实验量测得到的mobility的值啊，mobility的曲线啊。所以黑线是实验真正量到的曲线，3条直线是理论渐进线。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我们先看实验结果。我们先看实验结果，我们再来说明这左边的结论哈。第一个哈，这个某边库仑的哈，库仑就是杂质散射嘛，杂质散射有受电荷的影响哈。但是跟速度比较无关哈，因为它电子跑过来跟那个杂质散射，它就会被杂质的这些电荷的。不管是吸引力或排斥力就会影响所以它跟速度无关啦，因为它电场这个电场那个电场这个力是超距力嘛跟速度比较无关。不管你有速度没速度，你都会被我这电场的力电场的力所影响，所以这个跟速度比较无关跟速度比较无关好，那它的mobility就跟电场这是成一个直线关系。好，再来 phonon 呢？phonon 呢？这个跟那个什么撞到 silicon 的几率如果变大的话，mobility就会下降。所以说电场越来越大的所以说也换个话说在电场比较小的时候就说粒子速度比较慢，所以它比较受到什么库仑的散射的影响，因为库仑散射跟速度比较无关嘛，对不对那电场慢慢变大的时候，那电子加速度很快了加速度比较很快的话，它撞到了细晶格的机会就大增所以它那个 phonon 撞到细晶格的 phonon scattering 呢它的比例就上升了，那如果速度再越来越快呢？比如在 MOSFET 在 FinFET 的表面呢，它就会一直撞到 gas 的 interface 呢，它这个 mobility 会快速的下降所以当电场很大，我们元件在操作在saturation 区域的时候就是这个主导了这个写一下往往抄你操作在 saturation 区域呢，就是 service scattering 主导，然后 service scattering。那之前这一页跟全民户的这一页，胡正明教授教科书差在哪里？他这个只是指 bug 晶片 bug。那 IBM 这一篇 paper 加上什么元件，所以 bug 跟元件差在多一个什么 service scattering。所以 bug 里面有 coolant 有 phonon 没有 service。那你做成元件有什么多一个什么 service， 而且 service 最重要最重要为什么呢？ mobility 导数相加，越加越小，小的主导。那做成元件在 surface在 saturation state 饱和状态那个 surface scattering 最主导，所以 mobility 会被它
越加越小，会被它主导，会变小。好，我们再开来，所以说，来在单位时间内哈，这3个 scattering 都是独立事件哈，都是独立无相关嘛哈，也许少数会有相关，那可以忽略了哈。所以在单位时间内哈碰撞几率哈要相加相加单位的 delta 的单位时间了哈。然后把 delta 都消掉，那是不是可以得到时间的导数相加？好，这时间不太重要。然后我们得到 mobility 的导数相加 ，mobility 的导数相加，这个重要啊，这个重要。那我们来计算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大概值啊，哈，这个我去查查思敏的教科书哈，差不多就是这个值啊哈。我们说那个 Coulomb 的 scattering 大概是1000了哈。那 phonon 大概是500了哈 ，phonon 大概是500哈，你可以看左边那张图嘛哈 ，Coulomb 大概是最大嘛，大概可以到1000嘛，那 phonon 大概1/2嘛，500嘛，那你看 service 大概是1000的1/5大概200嘛，你看导数相加你去算起来，那 mobility 大概是那个mobility 的导数啦，这边打错了，导数 mobility 的导数是0.008。改一下哈，在这边是 mobility 的导数，放错的。mobility 导数是0.008，所以换出来 mobility 是什么？128哦，128啊，125 ，sorry，128，哎，我就恍神了啦 ，mobility 125啦。所以现在你做成元件，mobility大概是介于150到200之间啦。那 fin 费差不多就是125左右啦。好，125。那 fin 费的 mobility， 因为它受到3面的影响，那是不是 scaling 更严重？那你说，那我们不是自己找麻烦吗？你做成 2D MOSFET， 你mobility还有200，你做到 fin 费剩下125，那你干嘛做 fin 费？可是你不做不行啊 ，fin 费还有更多好处啊。你不做 fin 费，你漏电流太大，会整个电晶体会烧毁啊。你手机只能用1个小时啊。好，你不用不行，不用不行，漏电流太大，功耗太大，效能也不高，所以不用不行。好，我们后面讨论会说哈，为什么纵使那mobility下降，我还是得接受。而且 mobility 其实到后面 mobility 这个值也不是那么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最终会达到一个什么速度饱和。好，我们这边再讲一下哈，这个就是说有三个 mobility 在主导嘛哈，那这个就是这个是反转层的电子嘛哈，哎，我有反转层电子哈。这个是反转成电子所以这反转成电子在这个 surface 在 silicon 里面silicon 里面在 silicon 里面这是 silicon silicon 它电子在那边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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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在 silicon 这个 surface scattering 是主导它主导 silicon 是被主导这边在这边有 depletion charge 它是有 impure scattering 还有这个本身就有 silicon 嘛，所以它是会有它会有 photon scattering photon scattering 好，那一样那这个一样有3个渐进线一样有3个渐进线。那跟电场几次方这太细节了，我就不教了啦太细节了，我就不教了啦，好不好？好，那论文蛮深的那这一页比较重要这一页比较重要，好不好？这一页比较重要，所以打星星是在这一页好，那导数相加，越加越小，小的主导要背起来mobility 这个要会推导，也要背起来其实推导不难的就导数独立事件几率相加那得到mobility的导数相加，越加越小，小的主导。那在 fin 费元件在 fin 费元件主要是表面散射主导，所以在 fin 费元件表面处理非常重要。那现在在那个台积这个表面处理那都是专门一个 team 在做，
他们用五花八门的方法去处理哦，那数都数不清的方法去处理。那很多细节我不能讲啊，我只能讲我们自己的啦哈。那像我们在这个所谓的铁电那个拼费里面，我们就加一层啊，这个 LON 这个材料啊，那这个跟乌永贤老师他们学习合作的啦啊，加一个 LON 这个材料啊，那我们发现可以降低这个界面缺陷，那个我们会让那个元件的那个 mobility 上升，啊，可靠度也会上升啊。那界面缺陷少了，那mobility跟可靠度是一起共伴的啦，mobility也变好，那缺陷也会变好，那 ion 也会变好 ，iset 也会变好，所以在元件里面降低表面缺陷哈，是非常非常重要。表面缺陷主要在哪里？在 silicon 跟 high K 之间啊，在 silicon 跟 high K silicon 跟 high K 之间，不是在 metal gate 那里哦。在 silicon 跟 high K 之间，在 silicon 跟 high K 之间，在 silicon 跟 high K 之间啊，界面缺陷在那里？哦，就是那边会有 fixed oxide charge 啊，所以你要降低那个 fixed oxide charge，然后那就很重要。如果有，把它填满，最好让它没有，但是一定会有，有的话让它填满，让它中性化，啊，或者说让它变成一个固定的值，啊，都好，都可以。哦，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降低表面缺陷啊，降低表面缺陷啊，使它散射变小哦，使它散射变小。好，好，现在讲这个载子移动率跟方向的关系哈，载子移动率跟方向的关系哈。那载子移动率哈跟晶面的方向哈移动方向息息相关。那电子通常是在100的晶面哈往111的方向移动哦，mobility最高。那电动是在110的晶面哈往1111的方向哈移动最高。那有时候我们常常看类药会发现哈，它 N 费 P 费它会差90度，就是这个原因。哦，会差90度是这个原因。它尽量要让那个mobility去对称，好，去对称，好，去对称这样子。所以，因为你在一般而言呢，我们都是切100的镜面的，好，这样比较表面的界面缺陷比较少。你可以看到100这个镜面的哈。哦，虽然110这个晶面电动比较高，我们还是切这个晶，我们还是用这个晶面的。记一下，我们还是用100的晶面为主啦。啊，虽然110的晶面电动跑比较快，可是我们还是以用100的晶面为主啊，因为100的晶面你也看到它表面的这个silicon 原子分布比较均匀，那密度也比较少，密度比较少代表什么？它跟 high K 之间的界面缺陷会比较少，啊，界面缺陷比较少就代表什么？啊，代表它那个什么？代表它的 interface 啊，界面缺陷啊就会比较少，对不对？啊，就是这个样子。好，其实我们主要是用100这个面背起来哈，我们主要用100这个面，我们主要是用100这个面，虽然110电动比较好。那可是还是比较少用，我们主要用100这个面，主要是什么？界面缺陷比较少，好，自己写一下，主要用100这个面，界面缺陷比较少，哇，好，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哈，那个 2D 的2D 的 MOSFET 跟 3D 的 FinFET 的 mobility 的差异，这也很重要哦。2D 的 MOSFET 我们是指特定的某个平面或特定某个方向的移动值比如说看上面那张图，我们就是在某个这张图也很清楚，比如 2D 在100这个镜面上电子往111这个方向移动在110这个方向移动，它的电子的 mobility 是237237你看这里是IBM 做的2006，非
非常的好哈，IBM 的2.6这个真的是做的非常非常好，包含同制程最早也是 IBM 做的哦，包含也是 IBM 造。当然我们台积电弯道超车了哈，不可否认的，我不可否认，2010以前半导体的贡献都是美国人贡献的。那我们不能说我们发明了，我们不能这样讲了啊，只能说他们建立好的2010的基础，我们在2010以后，我们完美的弯道超车了，我们只能这样讲了啊。我们在2010以后完美的弯道超车了啊，然后感谢我们的教父张忠谋高瞻远瞩的这个安排了，还有我们台湾这些台湾这些半导体从业人员、专业的从业人员的努力，这样子不可否认的他们有他们功劳，我们也有我们功劳了好不好？好，所以你看批费批费那个批费你看它就在100这个面，我刚刚有讲嘛它在100这个面我们通常选100，为什么？表面缺陷比较少，它在100面某倍来就58了58那所以说when mov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planar MOSFET 我这它是fin费的结论一起讲我来讲。好，我们再讲fin费fin费现在是那个通道是一个立体式不是平面的，对不对？所以fin费它电子会在100走，也会在110走。同理，电动会在100走，也会在110走，对不对？它都往110这个方向走，可是它会在100跟110这个平面走注意平面跟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是不太定义不一样一个是平面方向，一个是移动方向。这个是 service orientation， 这个是 channel direction 不太一样不一样那英文有时候英文表达比较清楚，那有时候中文解释比较清楚，我两个都一起保留，好不好？好，所以过去我们的期知是说在 2D 的时候电子的某倍大概电动的2倍2倍电子学是这样教的电子学是这样教，但是在 3D 的 mobility 3D fin费的 mobility 呢是不同平面的加权平均值所以在 3D fin费里面电动的 mobility 是非常接近电子的了啦而不再是过去的一半了啦要记住笔记按机记住记住要记住好，所以现在反而这是好处就是说你以前如果你有学过一点IC设计会画layout的时候，你那个 P 费要画比较大颗要画2倍大 ，W 要2倍大，但是 fin 费不要就一样大就好了，因为mobility非常非常接近。我们说那个海鸥图要完美对称嘛，对不对？你要把那个在 2D MOSFET 海鸥图要调完全对称的话，你就要去改 W 啦。那你 W 的P MOSFET 你的 W 要是 N 的2倍大，要 N 的2倍大。但是 fin 费就不用差不多1:1就可以了，差不多1:1。那后面有一些技术可以让他说，如果你没有差的，差一点点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 strain silicon 方法让它再靠近一点。我后面会教下一节课我会教下一节课我会教，好不好？这张很重要这个图很重要你考试还会解释，我考试会问你说为什么在 3D fin费的时候，我可以请解释一下 3D fin费跟 2D planar 的电子跟电动的 mobility 的差异，你要画图你要画这2个图来说明要画这2个图来说明我再强调一次，研究所画这个图是
很重要的，非常重要，比无尾熊还重要。哦，搞笑记忆法，这个你才记得，好、非常重要，要会画这个图。你用